大家好，我是 Somi， 今天来帮大家拆解全新91级5人事件萨蒂惊雷。副本第一阶段的萨蒂神是一场极度吃重石头保护与计算的生存战，只要有一颗石头控错了，后面 BOSS 大招一放就是全队回老家。而二阶段的无名将军则是把流血惩罚发挥到了极致。只要不小心吃到流血技能就是大喷血，但其实只要看懂它独特的战役机制，你甚至能计算出它下一秒要放什么绝招。为了让大家在开荒时能更了解这两只王的机制，不会莫名其妙被萨蒂神团灭或是被将军捅一个血流不止，我已经把这两只王的技能规律跟逻辑整理好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从第一阶段萨蒂神的石头机制开始讲起。首先，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王会召唤出3颗大石头，这3颗石头是有血量的，满血是绿色，被技能打到会变黄色，再被打到一次变成红色就会直接引爆。石头爆炸会造成全地图伤害，还会给全队挂上一个延时易伤 debuff。简单来说，只要连续炸2颗石头就会直接团灭。但这里有一个机制陷阱，我们也不能把石头全部留在场上。因为王在最后的阶段会释放出大招黄沙漫天，强制引爆场上所有剩下的石头，所以这关唯一的解法就是在这招来临前把场上石头控到只剩下1颗。至于实战中该怎么应对，我们先从 BOSS 的招式开始拆解。首先是地煞图，萨蒂神会钻进地底，接着从场地中间冲出来，这招会造成高额的大范围伤害，它是唯一不会改变石头状态的技能，但也是它使用最频繁的招式。基本上每隔2招就会固定穿插一次地煞图，建议利用技能读条快结束前使用骑龙回马5重的能力来做完美闪避跟输出。接着是沙暴，这招会随机指定2名玩家以及场上的1颗石头在脚下产生金圈，技能读条结束后会产生范围伤害，每个金圈的伤害都是独立判定。如果2名被点名的玩家站得太近，或是跟被指定的石头离得太近，一旦连续吃到2次爆炸伤害，它就会直接从满血的绿色瞬间变成红色，直接引爆。再来看到地煞冲，萨蒂神会指定1名玩家进行冲撞攻击，这时候赶快躲到石头后方，让他去撞石头。王撞到后会直接晕眩，但这颗被撞的石头也会跟着扣除1次耐久度。这边补充一个小细节，如果地煞冲第一次没撞到石头 ，BOSS 会再重复释放1次。所以如果想多消耗一点 BOSS 的真气条，我们可以先用蟹式来挡下第一次冲撞，等他重复释放时再引导他去撞石头。下一招是沙尘，萨蒂神会对城商玩家进行连续的扇形红光攻击。如果这个扇形范围扫到石头，在技能结束后会改变1次石头的耐久度，所以城商的玩家在控制 BOSS 的面向就非常重要了。接下来是重头戏地震 ，BOSS 会在地面释放持续性的范围攻击，所有玩家必须爬到石头上方来躲避。躲上去之后，系统会强制触发前面介绍过的沙暴，不过这次只会随机指定2名玩家，不会指定石头。这时候被指定的玩家要赶快看场上的状况，决定要不要利用身上的沙暴把多余的石头故意炸掉，确保在最后大招来临时，场上只剩下1颗石头。如果当下石头数量刚刚好，你不想炸到石头，又怕在石头上会炸死队友，我们可以算好沙暴读条的时机，利用3段跳跳到最高点，让它在空中爆炸，这样就不会伤到石头跟队友。在地震这个招式释放的前后都会固定穿插1次沙尘，所以城商看到 BOSS 释放沙尘就要赶紧确认场上石头的数量跟状态。在地震前，场上最好保有2颗石头。如果2颗都是满血绿色状态，那地震中的沙暴随便炸，至少把1颗石头炸成黄色，就能轻松应对后续的大招。但如果2颗都是黄色，就算跳出去牺牲自己，也一定要保住其中1颗。这阶段最惨的状况是，场上只剩下最后1颗黄色的石头，全部的人都站在上面躲避地震。被指定沙暴的玩家千万不能把它炸掉，不然就准备整场重打了。前面有说地震后 BOSS 也会出1次沙尘，假设地震结束后你们场上还有2颗石头，一定要利用沙尘把多余的黄色石头处理掉，因为沙尘结束后 ，BOSS 准备要放最终大招黄沙漫天，这时候会引爆全部的石头，只要剩余2颗以上就会团灭。简单总结一下这关的控石重点：进地震前尽量保有2颗石头，地震结束后，如果场上还剩下2颗，里面至少要有1颗是黄色的，这样我们才能利用最后1次沙尘把多余的石头处理掉。总之，大家记住一个终极目标：在 BOSS 释放大招黄沙漫天，场上只能剩下1颗石头，不然就是团灭，准备重来。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第2阶段 BOSS 无名将军。首先我们要了解核心机制战役。进入战斗后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上方会出现3格战役值，随着战斗时间推进 ，BOSS 会不断累积。这个机制是我们整场战斗的重点，因为将军所有的强力招式不是随机乱放的，而是必须消耗或是累积对应的战役格数才能释放。
也就是说，我们在实战中完全可以透过右上角的战役来精准预测无名将军接下来准备要放什么招式。将军和一格战役有关的招式有2招，第一招横扫千军，无名将军会对玩家使出连续攻击，如果这时候成功打到玩家 BOSS 就会恢复大量的战役。这招不难闪避，因为它不会强制锁定玩家。第二招是冲锋突刺，只要累积到一格战役就可以使用，释放时不消耗战役。将军会锁定距离他最远的玩家进行突刺，紧接着会再补上一个大范围的横扫攻击。这2段攻击非常危险，只要命中就会被挂上一层流血 debuff。如果你2下全吃，身上就会直接叠上2层流血效果。至于这招该怎么应对，我这边分享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方法。当 BOSS 准备冲锋突刺的时候，专心盯着他的技能读条，读条几乎全部跑完的瞬间，马上使用骑龙回马就能成功闪避。不过骑龙回马第一段吃出去之后，建议马上再用闪避拉一下距离，避免一开始角度没瞧好吃到后段的横扫攻击。另外这招还有一个实战细节可以补充 ，BOSS 锁定目标是看玩家与他的距离随时刷新。假如你是对身法很有自信的玩家，这时候可以赶快远离 BOSS， 主动把这招引导到自己身上。接着在讲消耗2格战役的招式之前，我们必须先讲无名将军的杀招毁灭猛击。这招只要战役超过一半就会触发，而且释放时不消耗战役。但它的释放时机是有迹可循的，通常在放完横扫千军或是冲锋突刺之后 ，BOSS 会进入一段大概10到20秒的普通攻击阶段。只要他突然打出红光或是金光攻击，下一秒就会接这招毁灭猛击。这时候会强制控场成伤玩家脚下突然出现光圈，技能结束后会塞给你3层的流血 debuff， 这里必须要有另外2名队友进圈帮忙分摊伤害。特别提醒一下，金圈里面包含被指定的人，总共3个就好，不要5个人全部都挤进去。不过这招也有一个非常规的破解方式，正常来说被点名的玩家会被强制控场，无法进行操作。但目前有 bug， 只要你在技能触发后马上按住防御，你会发现角色突然就可以移动了。所以目前最完美的解法就是被强控后马上按住防御走出来，金圈里面不留任何人。但实测时发现一个小状况，如果 BOSS 出招前你还在疯狂放技能，会有一定的几率导致这个防御漏洞失效。讲完杀招，我们回来看消耗2格战役的技能雷霆1级。技能读条结束后，无名将军会爆发出大范围的高额伤害。这招伤害是真的蛮高的，防御血量比较低的玩家是有可能满血直接被秒杀。那一样是可以用骑龙回马来应对。接着是消耗3格战役的风暴头枪，无名将军会随机指定一名玩家在技能读条结束后把长枪投掷过去造成伤害，并在该玩家脚下的地点产生永久存在的电圈。最后是无名将军的大招放马过来，他会向玩家发起1对1的挑战，画面上会出现一个蓝圈，自愿单挑的玩家只要踩进蓝圈就会开始单挑。这时候全队会分成2个任务，进入单挑的玩家需要透过不断的攻击跟械势来增加我方的战役分数，而留在场外的玩家也没闲着，需要去攻击4个角落的士兵跟战鼓来帮忙拉开分数差距。只要挑战成功，不只会清空右上角全部的战役值，还会让 BOSS 进入气结状态。这边难度不大，进去单挑的玩家记得要以械势为主，就能很轻松的拉开分数差距。以上就是这次煞地惊雷的完整攻略，只要第1阶段控好石头，第2阶段看懂战役，相信大家都能顺利过关。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Somi，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